灵魂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在古希腊语中，灵魂这个词叫做普绪克，意思是呼吸或生命的气息。古希腊人观察到，当人或动物死亡时，呼吸就停止了，于是他们推测，一定有某种非物质的东西赋予了生命。在他们的想象中，灵魂是一只在蝴蝶翅膀上飞舞的小精灵。这个形象后来成为了心理学这个词的词源，也衍生出了我们今天说的精神和灵魂。古希伯来语中的灵魂原意是喉咙或咽喉，但逐渐演变成指代生命本身，活着的存在。你会发现，无论是中国古代说的气，还是古埃及人描绘的卡，几乎所有古老文明都对灵魂有着类似的理解，一种赋予生命、使生命运转的非物质存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灵魂的概念更为复杂，我们有魂和魄的区分。魂是指精神性的存在，魄则与身体和物质层面相关。道家说魂魄合一，儒家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古人认为，人去世后，魂会升天，魄会入地。这种二元性的灵魂观念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特的。但有趣的是，当我们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去审视这些古老观念时，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没有任何一个古老文明知道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他们不知道神经元，不知道电信号，不知道记忆是如何存储的。他们只是观察到了生命、消亡、呼吸、梦醒，然后用他们仅有的语言去描述这些神秘的现象。灵魂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试图理解自身的一种努力。现代人谈论的灵魂往往包含几个核心要素：第一，它是非物质的，或者说不是由物质构成的；第二，它是独特的，是真正的你，区别于你的身体和大脑；第三，它可能是永恒的，在身体死亡后继续存在；第四，它承载着你的意识、记忆和人格；第五，它应该是自由意志的载体，能够做出不受物理规律限制的选择。想象一下你此刻的感受，你正在安静地听我说话，也许眼睛半闭，也许思绪偶尔飘远。你感受到我的语气和节奏，你可能在某些地方点头认同，在某些地方感到困惑。你的内心正在经历某种体验，而这种体验对你来说是如此私密，如此真实，仿佛它不应该只是物质原子运动的结果。这种主观体验，哲学家称之为感知，意思是经验的质量。红颜色看起来是什么感觉？痛苦是什么滋味？看着大海，为什么会让某些人感到悲伤？这些都是感知，是我们意识经验中最私密的部分。神经科学家安德里亚斯·拉扎里季斯的团队曾经做了一个惊人的实验。他们让受试者躺在脑部扫描仪里，想象自己在打网球，然后让受试者想象自己在家里走动。你猜发生了什么？当受试者想象打网球时，他们大脑中的一个叫楔前叶区域的活跃程度和他们实际打网球时几乎一样。而当他们想象在家里走动时，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区域变得活跃。
这个发现引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想象打网球，就能让大脑产生和实际打网球几乎相同的反应，那么真实和想象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大脑中的神经活动本身，是否就是我们体验到的一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外科医生伊扎克·弗里德教授有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发现：在他的手术台上，有些癫痫患者在清醒状态下接受电极植入。弗里德教授偶然发现，如果用电极刺激某个特定的脑区，一个完全清醒的患者会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存在感。这个患者会突然觉得有另一个人在他身边，尽管房间里空无一人。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患者会突然转头去确认。如果你是一个相信灵魂存在的人，你可能会说，看，这就是灵魂存在的证据。某种非物质的东西被这个脑区的活动唤醒了。但神经科学家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你看到的恰恰证明了意识、存在感，甚至那个让人觉得有另一个灵魂在身边的体验，都是由大脑活动产生的。当我们刺激这个脑区，那只持续不到1秒的电极刺激，就创造出了完整的、有说服力的幽灵体验。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平时感受到的那个真正的自我，那个坚定地觉得有独立灵魂存在的我，可能仅仅是数十亿个神经元协同放电的产物。神经科学告诉我们，你以为是灵魂的那个东西，可能只是大脑的电化学活动。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恰恰相反，这只是更多问题的开始。2018年，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人员追踪了心脏骤停后幸存的患者，他们发现了几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心跳停止、大脑停止活动的这段时间里，有大约10%的患者报告了清晰的意识体验。他们听到了宣告死亡的声音，看到了医疗团队的抢救过程，有些人甚至能准确描述医护人员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理论上，大脑在心脏骤停后几秒内就应该完全停止工作，但这些人的意识却在这段时间里出窍了。这该怎么解释？那些相信灵魂存在的人会说，看，心脏停了，大脑也停止活动了，但意识还在。一定有某种不依赖于身体的灵魂存在。这种观点确实令人着迷。如果意识可以在身体停止工作后继续存在，哪怕只是短暂的几秒钟，那就为灵魂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但神经科医生有不同的解释，他们会指出，大脑对缺氧的耐受时间比人们想象的要长。当心脏刚刚停止跳动时，大脑并没有立即关机。实际上，大脑可以继续工作10到30秒，有的案例甚至更长。在这段时间里，大脑会经历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变化，释放出大量的神经调制剂，包括内啡肽、内源性大麻素、血清素，甚至2甲基色胺。这些化学物质的突然释放会产生强烈的幻觉体验。神经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曾经描述过濒死体验的几个典型阶段。首先是平静感，患者感觉不到痛苦，也没有恐惧。然后是隧道体验，视野逐渐变窄，出现光亮的隧道。接下来是灵魂出窍，
感觉自己漂浮在身体之外，看见医护人员抢救自己，之后是生命回顾，像电影一样回放自己的一生，最后是遇到某种光或存在，或者穿越一道边界。如果你仔细研究这些体验，会发现它们与服用某些致幻药物产生的体验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氯胺酮、裸盖菇素、DMT 这些药物都能产生灵魂出窍的感觉，能让人看到隧道、遇到光或存在，经历生命回顾。这些药物之所以能产生这些效果，是因为它们干扰了大脑特定区域的活动，特别是默认模式网络的活性。默认模式网络是大脑中负责自我感知、时间感知和空间定位的系统。当这个系统被药物或缺氧状态干扰时，自我的感觉就会变得模糊，产生灵魂出窍的体验。当你失去这个系统提供的正常定位信号时，你就会感觉自己在身体之外漂浮。但这还不是全部的答案。神经科学家仍然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濒死体验者在心跳停止后能够准确描述医护人员的行为和对话。有些研究声称，这只能用超自然现象来解释，但更可能的解释是，这些患者的意识在临床死亡后并不是立即消失的，而是持续了比我们想象的更长的时间。这个争论至今仍在继续。濒死体验既不能证明灵魂存在，也不能否定灵魂存在，它更像是一个谜题，提醒我们关于意识的很多事情，我们还远远没有理解。在所有关于灵魂的科学假说中，最具想象力也最具争议的，可能是量子意识理论。这个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罗杰·彭罗斯以及麻醉学家斯图尔特·哈梅罗夫。他们的合作产生了一个惊人的假说：灵魂可能不是某种神秘的物质，而是量子信息。彭罗斯和哈梅罗夫认为，大脑不应该被看作一台经典计算机，而应该被看作一台量子计算机。他们认为，意识来源于大脑神经元内部或之间发生的量子过程。具体来说，他们提出大脑神经元中存在一种叫微管的蛋白质结构，这些微管可能够维持量子叠加态。也就是说，一个量子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多种状态。彭罗斯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大脑是一台量子计算机，那么意识可能与宇宙的基本结构有关。他在《黄帝心脑》一书中提出，人类的心智可能与量子引力有关，而这个量子引力可能是宇宙意识的一部分。按照他的观点，我们的意识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宇宙试图理解自身的一种方式。如果这个假说是正确的，那么灵魂确实存在，但它不是某种缥缈的幽灵，而是一种特殊的量子信息。这些量子信息可能是永恒的，在肉体死亡后也不会消失，而是回归到宇宙的量子场中。根据彭罗斯的说法，意识永远无法被创造或被毁灭，它只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个理论听起来浪漫而宏大，但它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首先，大脑内部的环境太温暖、太潮湿、太嘈杂，量子相干性，也就是维持量子叠加态的能力，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中维持超过1秒。但彭罗斯和哈梅罗夫认为，
微管中的量子效应可能通过某种方式被保护，从而能够维持足够长的时间来产生意识。其次，这个理论很难被实验验证。如果灵魂是量子信息，我们如何测量它？如何证明它在大脑死亡后继续存在？许多神经科学家认为，量子意识理论更像是一个哲学猜想，而不是一个可检验的科学假说。但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的价值。量子力学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奇异现象的领域。在量子世界里，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多个位置，信息可以瞬间跨越距离。某些测量行为似乎会影响物理现实本身。量子力学已经多次证明，宇宙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奇异。也许，意识这个同样奇异的现象，与量子力学之间存在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联系。这个可能性本身就是迷人的。灵魂可能不是古老的灵魂概念中描述的那样，是某种非物质的灵魂鸟或生命气息，而是更微妙的东西，与物质的最深层本质相关。当你看自己的身体时，你看到了什么？一只手，一只脚，一块皮肤，还是看到了我的一部分？20世纪的认知科学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身体不仅仅是意识发生的地方，它本身就是意识的一部分。这就是具身认知理论的核心思想。这个理论认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对自我的感知，甚至抽象思维的能力，都深深扎根于我们的身体体验。想象一下，你理解上和下这两个概念。大多数人毫不犹豫地说，上就是指向天空，下就是指向地面。但神经科学家观察到，当我们思考上这个概念时，大脑的运动皮层会轻微活跃，仿佛我们正在做向上运动的手势。如果你让受试者向上看，上这个概念的处理速度会变快；如果你让受试者向下看，下这个概念的处理速度会变快。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抽象思维的能力并不是某种独立于身体的灵魂在操作，而是由我们的身体和身体在大脑中的表征共同构成的。上之所以意味着高，是因为上这个概念与我们举起手臂向上看的身体经验紧密相连。著名的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观点：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从一开始就是身体性的。当婴儿第一次用手触摸物体时，他不只是感知到了物体的属性，也同时感知到了自己手指的属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自我与世界之间的边界是通过身体体验逐渐建立的。这个观点对灵魂的概念有着深刻的启示。如果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共同构成了我们的意识，那么意识就不可能脱离身体而存在。灵魂不可能是某种可以在身体死亡后继续存在的非物质实体，因为意识从一开始就是具身的，它是大脑与身体持续互动的产物。但这并不是说具身认知理论否定了灵魂的概念。也许灵魂这个词应该被重新定义。也许灵魂不是某种可以脱离身体的幽灵，而是你整个身体系统在某个特定时刻的状态，
包括你的大脑、你的神经活动、你的身体感觉，以及你与世界的互动。从这个角度来看，灵魂也许确实存在，但它不是我们祖先想象的那种非物质实体，它更像是你此刻存在的方式，你感受世界的方式，你记住过去、想象未来的方式。这是一种流动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也许我们对灵魂的古老想象，只是对身体复杂性的一种诗意的表达。当你想起童年的一次生日聚会，你看到了什么？也许是一片模糊的光影，也许是一些断断续续的画面，也许只是一些感觉和情绪。每次你回想这段记忆，它都会略有不同。你可能加入了一些后来获得的信息，丢失了一些细节，甚至可能整个改变了这个记忆的色彩。但你仍然认为这是你的记忆，是属于你的东西。记忆是人格同一性最核心的部分之一。正是因为我们能够记住过去，我们才觉得自己是一个连续存在的自我。昨天的你和今天的你是同一个人，因为你记得昨天的事情。但这里有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真的记得过去吗？神经科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做了一个经典的实验，他给受试者展示了一段车祸的虚假视频，然后问一些误导性的问题。比如他问那辆红色的车在视频里经过谷仓时速度有多快，但实际上视频里根本没有谷仓。25%的受试者后来会记得看到过一个谷巴尔，尽管它从未出现过。更令人震惊的是，当洛夫特斯问你看到那辆经过的红色车了吗时，一些从未看过红色车的受试者也会记得看到过。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记忆不是录像带的回放。每次我们回忆某件事，我们其实是在重建它。大脑提取记忆的碎片，然后根据当前的背景知识、情绪状态和期望重新组装它们。在这个过程中，记忆可以被改变、扭曲，甚至完全虚构。如果真正的你是由记忆定义的，而记忆本身是如此不可靠，那么你到底是什么？哲学家 Derek Parfit 认为，人格同一性可能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重要。他提出了一个叫心理连续性的观点。我们不需要严格的同一性，只需要足够的心理连续性就够了。就像一条河流，它每一颗的水分子都不相同，但它仍然是同一条河流，因为它有足够的连续性。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也许你不需要每一刻都完全相同，只要存在足够的连续性就够了。但这是否意味着没有真正的你？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尽管记忆是可靠的，但我们的核心人格特质，比如性格、价值观、偏好，确实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这些特质是由基因、大脑结构和早期经历共同塑造的，它们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个性。有趣的是，神经科学家观察到，个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当我们经历重大的生活事件，比如结婚、离婚、退休、疾病，我们的个性往往会发生变化。一些研究表明，某些药物和心理治疗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核心人格特质。这意味着，即使是我们认为最本质的部分，也比想象中更加可变。也许灵魂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核心，
而是你整个生命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意识流。它像一条河流一样，每一刻都在变化，但同时保持着某种连续性。你不能2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河流也不是原来的河流了。今天，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写诗、作曲、对话、画画。ChatGPT 能够写出流畅的文章， Midjourney 能够生成令人惊叹的图像， AlphaFold 能够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些成就让我们不得不问，如果机器能够做我们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做的事情，机器是否也会有意识？机器是否会有灵魂？这个问题可能比你想象的更难回答。首先，我们需要澄清一个概念：什么是真正的理解？一个通过大量文本训练出来的语言模型，他说：“我理解了疼痛。”他真的理解疼痛吗？或者，他只是在模拟对疼痛的理解？哲学家约翰·塞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叫做中文房间。想象一个人被锁在一个房间里，他收到从门缝下塞进来的中文符号。他有一本厚厚的规则手册，告诉他，当收到某些符号时，应该输出哪些符号。从外面的人看来，他似乎能理解中文，但实际上他完全不懂中文，他只是在操作符号。塞尔认为，即使机器能够通过图灵测试，即使它能完美地模拟人类对话，这也并不意味着它真正理解了语言。就像中文房间里的人不懂中文一样，机器可能只是在处理符号，而不是真正理解它们。但这个观点也有争议。有些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也许理解本身就是一个由大脑产生的主观体验。我们无法真正知道机器是否理解，就像我们无法真正知道其他人是否理解一样。我们只能观察到外在的行为，然后推断内部的状态。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能够完全复制一个人类大脑的结构，复制所有的神经元、所有的连接、所有的神经调制剂浓度，那么产生的意识会是同一个人吗？还是会是一个全新的、不同的意识？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提出了一个观点：也许意识不是什么神秘的、无法解释的东西，而仅仅是信息以某种特定方式处理的结果。按照这个观点，如果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处理信息，机器也应该能够产生意识。这个观点如果正确，将对灵魂的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意识可以从正确的物质过程中产生，那么灵魂可能就不需要是某种非物质的实体。也许灵魂只是大脑以特定方式处理信息时产生的现象，就像温度是分子运动产生的现象一样。这是否意味着灵魂可以被制造，可以被复制，可以被上传到电脑里？如果你的整个大脑被完美复制，包括每一个神经元和每一个连接，新的大脑会体验到你的意识吗？还是会体验到一个全新的、不同的意识？如果后者，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你？是记忆和经历，还是某种更根本的东西？这些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它们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灵魂的真正含义。在西方科学探索灵魂的同时，东方的古老智慧也提供了独特而深刻的视角。佛教、印度教、道教
这些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传统都对灵魂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们的观点与西方主流的灵魂实体观念有着惊人的不同。佛教可能是最有趣的案例，在巴利语经典中，灵魂或自我被称为阿塔，而佛教的核心教义之一就是无我，意思是没有永恒的自我。这听起来可能令人困惑，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感受到我的存在，但佛教认为这种自我感是一种错觉，是一种由五蕴、色、受、想、行、识组合在一起产生的暂时现象。佛陀用了一个著名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他问：如果一辆车不是轮子，不是车轴，不是车身，不是车棚，那它是什么？答案是，它只是这些部分的临时组合。类似地，如果我不是身体，不是感受，不是感知，不是意志，不是意识，那我是什么？佛教认为，我只是这些精神要素的暂时聚合，它们因缘和合而生，因缘消散而灭。这并不是说佛教认为没有意识，没有体验，恰恰相反，佛教对意识体验的描述是极其细致和深刻的。但佛教认为，我们错误地把这些不断变化的现象视为一个永恒的统一的自我，这种误解是所有痛苦的根源。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佛教的无我观点竟然与一些科学发现惊人的一致。大脑的神经活动是高度动态的，每一个自我的瞬间体验都是数十亿神经元同时放电的结果。大脑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自我中心，而是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神经网络产生自我的体验。但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即使自我是由大脑产生的，即使它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永恒实体，这是否意味着它不重要？不是的。即使自我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它仍然是我们体验世界的基础。没有这个自我，我们就没有体验，没有痛苦，也没有解脱。道教提供了另一个独特的视角。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追求知识会不断增加，而追求道则会不断减少，最终达到无为的境界。这里的道可以理解为事物的本质或宇宙的原理。道教认为，通过减少人为的干预和执念，我们可以更接近道的本性。这个观点与现代科学的一个发现有着奇妙的呼应。我们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也就是那个负责自我感知的系统，在禅修者冥想时会变得不那么活跃。也许东方的无我体验与大脑活动模式的改变有关。禅修和正念训练已经被现代神经科学广泛研究。研究表明，长期的冥想练习可以改变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增强情绪调节能力，减少自我中心的思维模式。但这些研究也发现，冥想并不是让大脑停止活动，而是让大脑活动变得更加平衡和协调。东方智慧与现代科学的对话还在继续。也许灵魂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有或没有，而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古老概念的问题。在东方传统中，灵魂往往不是指某种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指生命力的流动、精力的凝聚、意识的清明状态。
科学是一套方法来理解世界，但科学方法有其局限性。科学可以被重复验证，它需要可测量、可观测、可证伪。但意识恰恰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是主观的、私密的，无法从外部直接观测。哲学家大卫·查尔默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区分：简单问题和困难问题。简单问题是如何解释大脑，如何处理信息，如何区分刺激，如何控制行为。这些问题虽然复杂，但原则上可以通过神经科学来解决困难。问题是，为什么这些过程伴随着主观体验？为什么当我们做某件事时，会有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困难问题指出了科学方法的一个根本性限制。我们可以用脑成像技术观察大脑活动，可以用心理学实验研究行为模式，但我们永远无法直接观察另一个人的主观体验。我无法确知你看到的红色和我看到的红色是一样的。我无法确知你是否有意识，你也无法确知我是否有意识。这个困境有一个名字：他人的心灵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推断来假设其他人的心灵存在。我看到你眨眼睛，我听到你说话，我假设你和我一样有意识、有感受，但这不是逻辑上的必然，只是一种合理的假设。有些哲学家走得更远，提出了更激进的观点。也许我们甚至无法确知自己是否有意识，也许有意识只是一种进化来的错觉，一种帮助我们生存的故事。但这种极端的怀疑论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如果你连自己是否有意识都无法确知，那么关于灵魂的讨论还有什么意义？也许答案在于接受这种不确定性。也许灵魂这个概念代表的是我们对自身存在的一种深层关切，而不是一个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验证的事实命题。我们问，灵魂存在吗？其实是在问，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死之后会怎样？这些更深层的问题。科学可以告诉我们大脑如何工作，告诉我们意识如何产生与神经活动，告诉我们濒死体验背后的生物学机制，但科学无法回答所有的意义问题。为什么有东西存在，而不是空无一物？宇宙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会有主观体验？这些问题可能超出了科学的能力范围。在深夜，当我们躺在床上思考这些深刻的问题时，也许我们不需要一个确切的答案。也许问题的意义在于追问本身，在于它促使我们思考那些平时被忽略的基本问题。在一个温暖的夏夜，你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银河横贯夜空，无数星星闪烁着遥远的光芒。你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也许是敬畏，也许是孤独，也许是一种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感觉。在这样的时刻，你是否会觉得有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存在着？这种体验，哲学家称之为神秘体验或海洋感。它是人类最普遍的经验之一，在各种文化中都有描述。古代诗人李白写道：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苏轼在《赤壁赋》中感慨：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些诗句捕捉到的
正是人类面对宇宙时的渺小感和世界感。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经验的多样性》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种体验的特征。他说，这种体验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但它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能够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和对自己的理解。在这种体验中，个体感受到一种实在的、一种超越日常经验的更真实的存在。这种体验是否证明了灵魂的存在，或者它只是大脑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神经活动模式？神经科学家可以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来观察冥想者或经历神秘体验的人的大脑。他们发现，当一个人感受到与宇宙合一的感觉时，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那个负责自我感知的系统活动会下降，而大脑中负责处理身体边界的区域活动也会下降。也许神秘体验实际上是大脑暂时忘记了自我边界的结果，但这种解释是否完全？神经科学可以描述大脑在神秘体验中发生了什么，但它无法告诉我们这种体验对经历者意味着什么。当一个人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感到一种深深的世界感时，这个体验的意义不仅仅是神经信号的组合，它是这个人的故事、感受、记忆和世界观的总和。也许这就是灵魂的另一种含义，它不是某种非物质的实体，而是我们赋予生活意义的，是我们感受世界、创造艺术、建立关系的，是我们成为独特个体的方式。灵魂不在于大脑之中或之外，而在于我们存在的整体之中。就像那些古老的诗句，它们之所以能够穿越千年打动我们，不是因为它们描述了某种超自然的现象，而是因为它们捕捉到了人类普遍的情感和体验。李白和苏轼都已经死去，但他们的诗仍然活着，在每一个深夜仰望星空的人心中回响。也许灵魂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不在于永恒不变的实体，而在于生命本身的流动和延续，在于我们与世界的连接和共鸣。在深夜思考灵魂这个问题时，你可能会感到一种矛盾。一方面，你可能受到现代科学的熏陶，相信一切现象都可以用自然规律来解释；另一方面，你可能内心深处有一种渴望相信有什么东西是超越死亡的、永恒的、真正重要的。这种矛盾并不罕见，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就一直在科学与宗教的张力中挣扎。一方面，科学让我们能够理解世界的运作方式，带来技术的进步和生活的便利；另一方面，科学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有些思想家试图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架起桥梁，比如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黑德提出了过程哲学，认为上帝不是静止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上帝与宇宙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有关系，宇宙也在与上帝的互动中不断进化。按照这个观点，灵魂不必是非物质的实体，而是上帝与个体互动的产物。另一些思想家采取了不同的路径。神经科学家山姆·哈里斯认为，即使没有上帝，道德和意义仍然可以被找到。他提出了自然的道德，
基于人类的福祉和痛苦，基于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哈里斯认为，冥想和正念可以帮助我们超越自我中心的视角，体验到一种超越个人存在的连接感。灵魂的问题，它不一定要被解答为是或否。我们可以用科学来理解大脑如何工作，同时用我们的直觉和体验来理解我们自己是谁。在深夜的沉思中，也许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同时持有两种想法，一种是科学的冷静理解，认识到意识产生于大脑活动，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终点；另一种是诗意的感受，相信有什么东西是超越日常的、永恒的、真正重要的。这两种想法不需要互相排斥，它们可以同时存在，就像硬币的两面。当深夜来临，当世界安静下来，我们回到了最初的问题：灵魂存在吗？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科学的方法无法直接回答它，因为灵魂的概念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它是一个隐喻，一个诗意的表达，一个人类试图理解自身存在的方式。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我们知道意识产生于大脑，大脑的数十亿个神经元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产生了我们主观体验到的世界。从濒死体验的研究中，我们知道那些令人惊异的体验可以用大脑的缺氧和化学变化来解释。从量子物理的边缘，我们发现物质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奇异。也许意识与物质之间存在某种尚未被理解的联系，但这些发现并没有完全消除灵魂的概念，相反，它们让我们重新理解这个概念。也许灵魂不是某种可以脱离身体存在的非物质实体，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我们赋予生活意义的方式。佛教说无我，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意识体验，它意味着没有固定的、永恒的自我中心。我们的自我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科学似乎也支持这个观点。大脑中没有找到灵魂的位置，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被称为真正的自我的东西，但这个观点并不令人绝望，相反，它可以是解放性的。如果我们不是那种固定不变的、必须永恒存在的灵魂，那我们就可以自由地成为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改变，可以成长，可以超越过去的限制。我们不必被某种本质所定义，而是可以在每一个当下重新创造自己。在深夜的宁静中，也许我们可以不再问灵魂是否存在，而是问我想成为怎样的人。也许这就是灵魂这个古老概念真正的价值所在。它不是关于某种超自然实体的争论，而是关于我们想怎样生活、怎样爱、怎样存在的深层关切。当你躺在这里，听着这段声音，让你的思绪慢慢飘远，也许你会感到一种平静。这种平静不是来自某个问题的解答，而是来自与未知和平共处的能力。灵魂也许就在这种平静之中，在这个时刻的呼吸和心跳之中，在意识流动的每一个瞬间之中。让我们允许自己带着问题入睡。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们让我们保持好奇，保持开放，保持对生命的敬畏。
也许这就是一个会思考、会感受、会疑问的存在最美好的状态。夜色温柔，星河无声。无论灵魂是否存在，此刻的你正在呼吸，正在感受，正在体验着这个宇宙中最奇异的现象之一——意识本身。无论它是怎样产生的，无论它最终会怎样，它都是珍贵的、独特的，属于你的。晚安，带着这个问题，带着这份宁静，进入梦乡。